注意看，這個女人懷胎10月，即將臨盆，她的丈夫卻狠心拒絕送醫，冷眼看着她因大出血而一屍兩命，只因他認定了是女人害死了自己的白月光。然而下一秒，女人猛然驚醒，發現自己竟然重生了，而且不偏不倚，正好回到了小叔叔被人下藥，即將釀成大錯的那一天。上一世，女人名叫林默生，父母空難去世後，她被父親的好友，也就是眼前這個男人祁文也收養，名為叔侄，實為寄人籬下。她卻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中，無可救藥地愛上了這個名義上的小叔叔。所以當祁文也被算計中藥，懇求他給白月光宋青青打電話時，被極度沖昏頭腦的林默生選擇了獻出自己，做了他的解藥。1個月後，林默生意外懷孕，祁文也被迫娶她為妻。可就在婚禮當天，噩耗傳來，出國散心的宋青青被綁匪撕票，而她遇難前打給祁文也的199個求救電話，全因這場婚禮而被錯過。祁文也將所有的恨都歸咎於林默生，最終在他臨盆之際，上演了開頭那慘絕人寰的一幕，讓他和未出世的孩子共赴黃泉，並稱這是他的報應。重活一世，林默生看住眼前這個眼神迷離，曾讓他愛到瘋魔的男人，心中只剩下刺骨的寒意。這一次，他絕不再犯賤。林默生毫不猶豫地撥通了宋青青的電話，將她叫到了別墅。等白月光趕到後，他轉身就走，將戰場留給了那對狗男女。做完這一切，林默生只有一個念頭，立刻申請保密移民，從此人間蒸發，與這個男人永不相見。第二天，祁文也果然帶着宋青青出現在了餐桌上，並當眾宣布宋青青才是他未來的妻子。看住小叔叔和未來小嬸嬸的恩愛模樣，林默生心如止水，他只是默默吃飯，準備回房。可他的冷淡卻激怒了祁文也，他強行命令林默生坐下，還斥責他不懂禮貌。更過分的是，一旁的宋青青竟裝出楚楚可憐的樣子，暗示林默生不歡迎他。為了逼走這個情敵，祁文也更是毫不留情地羞辱林默生。他翻出他大學畢業時醉酒偷吻自己的舊事，以及那些被他發現的暗戀情書，字字誅心地說他不自量力，對他的愛慕讓他感到惡心。林默生的心早已被前世的鮮血浸透，此刻的羞辱不過是過眼雲煙。他甚至順着男人的話，承認自己目的達成，徹底死心了。然而，祁文也的 PUA 還在繼續，他將曾經專門為腰傷的林默生定制的100萬溫養床墊，不由分說地搬去給了宋青青，只因綠茶輕飄飄一句睡不好。看住宋青青在朋友圈炫耀着本該屬於自己的寵愛，林默生只是冷笑。他知道自己離自由只差一步之遙。很快，移民局的電話打來，通知他保密移民申請已經通過，1個月後即可出發。就在林默生收拾行李時，祁文也卻闖了進來。他質問林默生為何要躲着他，還自以為是地認為他是因為自己要娶宋青青而鬧脾氣。他甚至翻出多年前送他的禮物，那些被林默生珍藏完好的舊物，以此來證明他還深愛住自己。祁文也一邊享受着他的愛慕，一邊又殘忍地警告他，認清自己的位置，不准再對他抱有任何幻想。終於，在1個月後，宋青青宣布懷孕，祁文也欣喜若狂，決定第2天就舉辦婚禮。而這一天，也正是林默生離開的日子。他沒有去參加那場虛假的婚禮，而是提着行李坐上了前往機場的專車，徹底消失在了祁文也的世界裡。然而，祁文也不知道的是，一場巨大的反轉正在等住他。婚禮上，他風光迎娶的白月光宋青青，其實早就和他的青梅竹馬化妝師陳浩搞在了一起，肚裡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。這個所謂的白月光，從頭到尾愛的只是他的錢，甚至還和奸夫商量着如何掏空祁家。1年後，當宋青青生下孩子，祁文也看中那個和陳浩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嬰兒，才終於拿到了 DNA 檢測報告。真相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，打得他頭暈目眩。他深愛的白月光，竟是個把他當凱子耍的撈女，而那個滿眼都是他、單純愛住他的林默生，卻被他親手推開，傷得體無完膚。巨大的悔恨吞噬了祁文也，他發瘋似的尋找林默生，而此時的林默生早已在扶桑的醫學院脫胎換骨，成為了一名攻克腦癌難題的天才研究員。就在祁文也追悔莫及之時，命運再次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，他被診斷出腦癌晚期。這一次，祁文也沒有聲張，
他選擇用自己最後的時間來贖罪。他秘密動用所有關係，為林默生的科研項目注入巨額資金，並將自己名下千億財產悄悄轉移到了他的名下。他只想在生命的盡頭為他鋪好未來的路。隨後，他坐上私人飛機，拖着病體來到了扶桑。在醫學院，他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女孩，可迎接他的卻是林默生身邊另一個追求者師兄鄧賢。嫉妒讓祁文野失去了理智，他像一頭暴怒的雄獅，粗暴地趕走所有靠近林默生的男人，並當眾霸道宣告林默生是他的人。可林默生卻冷漠地拒絕了他，甚至當住他的面承認鄧賢是自己的男朋友。更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，林默生失散多年的親奶奶，全球地下財閥之首林氏集團的董事長江蘭竟然找了過來。原來林默生根本不是什麼孤女，而是富可敵國的頂級豪門唯一繼承人。祁文野引以為傲的財富在林家面前不值一提。得知孫女曾被祁文野如此羞辱，老太太雷霆震怒，一声令下，对祁氏集團展開了毀滅性的全面封殺。祁氏集團股價應聲暴跌，瀕臨破產。祁文野在雙重打擊下轟然倒地。而另一邊，那個看似溫和的師兄鄧賢也終於露出了惡毒的真面目。原來是他一直在背後煽風點火，向老太太告黑狀，目的就是為了除掉祁文野，將林默生和他背後的滔天財富據為己有。眼看計劃敗露，鄧賢竟喪心病狂地在水中下藥，妄圖對林默生用強生米煮成熟飯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本已病入膏肓的祁文野憑着最後一絲力氣破門而入。為了保護林默生，他用身體擋住了鄧賢的致命一擊，自己卻因腦瘤破裂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搶救室外，林默生終於從助理口中得知了全部真相。祁文野早已身患絕症，他拒絕治療，只為留在他身邊。他散盡家財，只為他前程無憂。前世的恨與今生的情交織在一起，讓他心如刀割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祁文野必死無疑時，鄧教授卻帶來一線生機。林默生主導研發的抗癌新藥已經成功，但還未經過臨床試驗，而祁文野正是最合適卻也最危險的第一個實驗者。他面臨一個殘忍的抉擇，是留在國內陪他走完最後一程，還是立刻飛往 M 國實驗室為他賭一個渺茫的未來。如果藥物失敗，他甚至可能見不到他最後一面。沒有絲毫猶豫，林默生選擇了後者。他要救他，無論付出什麼代價。1年後，林默生以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身份榮耀歸來，他成功了。可祁文野卻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封充滿悔恨的信。原來他在昏迷中竟夢到了前世的種種，醒來後無法原諒自己，選擇遠走他鄉，自我放逐。林默生踏遍千山萬水，終於在一個偏遠的小鎮找到了他。此刻的祁文野已經雙目失明，林默生緩緩走到他面前，擋住他的去路，一字一句地說道：“誰允許你走的？這一世，你就待在我身邊，乖乖贖罪吧。”